在那个录像之前，我怀着一颗特别愧疚的心情，一直在问我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女神侯佩岑小姐。你跟康永哥在台湾的时候是不是有仇？很明显吗？对呀，因为就为什么其实我们从来不太调侃嘉宾的，因为人家好不容易来一次嘛。但是就为什么康永哥这一开场就先要双节棍呐、什么就是。康永哥，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要这么报复？我就是把在康熙不能做的黑暗的事情都拿来奇葩说做掉。好了，这毕竟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然后佩岑小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坐在前排的这6位妖精。首先是坐在我右手边的啊，这个百邦尼小姐，一个稚嫩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千年老妖的心。我跟你讲啊，当然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1200年的老妖，我心中挚爱，刚刚过生日的范甜甜小姐。好，甜甜小姐那边就是今天上场之前没事闲的喝了几杯酒的艾丽。好，那这边是马薇薇小姐。马薇薇小姐，因为今天坐在前排，就整个就穿了这么一条裤子就出来了。你说，好，请坐，请坐啊。然后坐在她的旁边是她的孩子陈。这个上阵母子兵啊。那坐在那边的就是永开的父亲周旋义。哎，这个什么？一家人，这一家人真是啊！哎呀，一门忠烈啊！好吧，看看今天会遇到什么样一个题目啊？严肃一点，来吧，开始。1个多月前预言的世界末日被马东议长徒手接陨石化解，奇葩博士不甘落后，非要整出点事来。奋发图强的他用奇葩黑科技推翻了1+1=2的黄金定律，发现了长生不老药的秘密。作为史上最为纠结的议会，奇葩议会再次召开会议，磋商应不应该推广长生不老药。有人认为不能持久的生命不是好生命，可以一直青春貌美，为什么不呢？有人却认为想死都死不了，简直是对惨淡人生的最大惩罚，而且会影响世界和平。现在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人的面前，长生不老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陈永开，你别看他长了一个很萌的脸，就很担心我咋邪门歪路。我觉得最主要是让人意识到老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地方。当我们知道不老有什么可怕的地方的时候，自然我们就会懂得珍惜老。其实我认为真正热爱生命的表，才是希望要长生不老。对方描绘的任何美好，实际上在另外一种解读之下，它可能都不是那么美好。生命的有限本身是值得珍惜的。周旋义他理论要录1个半小时，然后1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全都录完了。长生不老是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要明确一个前提啊，我们说的是长生不老，不等于死不了。你没事儿拿自己撞火车，照样会死。所以长生不老是不出事儿就不会死，自己跳楼照样会死，知道吧？所以长生不老，在这个前提下，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佩岑，你觉得长生不老是一件好事吗？我觉得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长生不老，就太可怜了，因为你没办法跟你爱的人在一起，还可能要送走他们，所以就不是件好事。但如果大家都一起长生不老，你可以跟你爱的人在一起的话，也可以。但即便是都能长生不老，有些感情过去了也回不来，怎么办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这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忘了告诉你，眼袋割的那么自然，我忘了称赞你了。我终于把温柔的侯佩岑小姐给弄急了。其实我是觉得，就是长得像我这样就不要长生不老。
长得像佩岑小姐那样就可以考虑长生不老，因为长成她这样长生不老，弄不好会被所有的男人全部追一遍。对，所以那个长生不老还是有价值的。你现在对我好没用了。你觉得这样能缓和咱俩的关系吗？如果长生不老变成你也会都不老，哎，你也会一直长生，那咱俩就走在一起了，是吧？那我就不要了。好吧，百年修来同船渡，跟马东走在一起，侯佩岑宁愿死的意思。跟撞火车是一个下场，对不对？明白了，明白了。好吧，那就是你其实是我觉得不好啦，因为人生，你知道，这样你活下去比较有意思。他一直走，一直走，你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违反这个自然的常理，我认为还是不好。活过、爱过就精彩就够了，是吧？好的。基辛老师在这个话题上，你的选择是？我发现马东议长纯粹的100%的那种搅屎棍一个，真能搅和在这儿。没有这个话题，刚才说那谁佩岑说的对，如果我一个人长生不老的话，那不要。如果我们一群人都长生不老，这个世界都是人，每个人都具有长生不老的功能的话，我要。因为这个恰巧没有经历过的好事情，我们干嘛不共同经历一下子呢？而且我们有那么多事情，我们现在全世界人都是急得好的，尤其是中国人，就赶得那么急，不知道赶的什么。如果我们有个长生不老的话，我们就不急了呀。好事儿，好事儿，这个康永哥，既然金星姐选择了是好事儿，本来你只有这一个选择，但是我想问问，就是抛开你的这个对立立场，你本心你觉得长生不老是件好事吗？不是，我本心也觉得不是。那太好了。谢谢，实至名归了，这个啊。你觉得本身不是好事儿，你的主要立场会是说？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活10年、活50年、活80年、活800年，它当中要面对的问题还是要面对，那不用面对的问题还是不用面对，所以不用幻想要靠着把时间延长就来解决不了的事。所以都敢生何惧死？活下去需要更大的勇气，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好的，我们现场100位观众，请选择。好，现在不是好事52票，是好事48票。好，我们正方3位，反方一家3口来啊，那个。你越说他们3个长越像。现在是正方，处于劣势，所以正方第一位出场的是耶。你能给我们一点悬念吗？越挫越勇，拼了！长生不老是一件好事儿。首先呢，长生不老本来就是我们全人类最美好的愿望，以及科技和社会进步的体现。比如我对马东老师说：“马东老师，祝您长命百岁，福如东海，越活越健康，越活越年轻。”什么叫长命百岁？算命的说我124岁有个坎儿，那就在我长命100岁哪够啊？100岁吧，虚数。总之是祝他长久，对不对？我们都是这么去想的。而且啊，我们科技进步也在帮我们实现。所谓长生就是寿命延长嘛。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让我们的寿命比过去长了20年、30年。所谓不老，大家都会用化妆品，对不对？都会用保养品，对不对？我们所有人都会这么去做，可见长生不老就是件好事儿。大家嘴上说不喜欢，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对吧？所以啊，长生不老，我们美好的愿望。但对方会说，你不就怕死吗 ？No， 我承认我怕死，但是比死亡更让我恐惧的是病痛给数千万人带来的折磨。长生不老不是百病不入，但至少啊，我们可以排除一些老年病。我查过呀，老年病有非常多，28种以上哈。当我看到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它的症状包括语言轻浮、长期重复做一件事情啊，我就想起了一直在敲木鱼的马东老师。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一种病的药，都是件好事儿。长生不老治了28种以上的病，为什么不是件好事儿呢？当然，大家的顾虑就是长生不老啊，会有2点。第一个，
活太久太无聊；第二个，人太多挤不下。这2点大家也不用担心。首先，第一，活太久太无聊。过去人们只能活到45岁平均年龄的时候，他们甚至想过啊，活到80岁干嘛呀？活到100岁干嘛呀？哎，我们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吗？等到将来我们人类可以活到300岁、500岁，甚至长生不老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现在我们很可怜，所以不用担心。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觉得活太多了，人太多了，挤不下。今天啊，我还专门戴了一个帽子啊，这是一个宇航帽。各位，我想说啊，长生不老，我们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移民到其他星球。科学家已经发现啊，5种以上的星球人类可以居住，但问题是跑过去至少要500年、600年，我就死在路上了。但如果我长生不老呢？今天长生不老，明天就探索浩瀚的星空，不是开玩笑，这是实实在在的不带脑洞的问题。非常感谢，谢谢。哇！刚才听他讲话的时候，我想也不用等到长生不老，就现在就把他送到外太空去就好了。这个反方，咱们孩子先来嘛，小朋友先请。哇，你长个儿了。会不会到这季结束的时候他变很高啊？对，关键是这期结束的时候，永开都开始长胡子了。开始。其实艾丽哥说的还是有一点点点的，就是他告诉我们，人类其实是向往长生不老的。的确，为什么？因为我们怕老。每个人都怕老，我们害怕老去之后皮肤会粗糙，害怕我们体力会衰弱，害怕我们脑袋会迟钝。所以听到长生不老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棒棒打的感觉。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老其实给予在座各位每一个人一个莫大的好处，就在于它使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上场的机会。什么意思？现在大家小的时候都曾经跟妈妈有过这样子的对话，跑过去，喂，妈咪，妈咪。哎。你们这边不用这么入戏，干嘛呀？这是，给我讲完。妈咪，话说那个迈克乔丹他打篮球打得好好哦，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跟他一起上 NBA 嘞？对啊，等以后你可以长出胡子的时候，个子也长高了，就可以上了。耶！你也不看你爸那个儿，你长不高的。等等，对。只要等我长大了，我就有机会上 NBA 了。只要我肯努力。可是假设现在长生不老，妈咪，话说迈克乔丹打篮球打得好好哦，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一起上 NBA 嘞？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因为他永远都不会老，他永远都称霸，你知道吗？而且你身边科比那些人都排着呢，别瞎想了，老实在家待着吧。大家发现了吗？在我们现有的生命体系里面，任何领域的强者，他们哪怕再强，总有老去的一天。等他老了、退场了，我自然就可以补位上场。可人们一旦长生不老了，不好意思，任何领域的先贤，他们只会不断累积越来越多的经验。我们后人在我们出生的比他们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们一辈子都赶不上他们。这时候大家就会想，可是问题我们是第一批喝长生不老药的人呐，我们可以不断累积经验，一直不断变强，应该很好啊。不好意思，大家想想，现在迈克乔丹他打篮球打到40多岁，说他想要退休，我们会惋惜，可是我们会苛责他吗？不会，毕竟人家老了嘛。再来，迈克乔丹今天他活到50多岁，他说我想要打一打复活赛，就不小心输给了 Kobe Bryant。我们会觉得他不配当篮球之神吗？也不会嘛，毕竟人家老了嘛。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你不用这么讲啊！这孩子是在嘲讽自己的爸妈吗？对呀，没啦。所以大家没有发现没有？老使我们每一个人的退步可以被原谅。假设今天长生不老，迈克乔丹打篮球打了500年，结果他说我累了，想休息。粉丝给吗？粉丝会想什么？你还这么年轻，你怎么就不打篮球了呢？哦，你是不是怕被 Kobe Bryant 超越呢？你这个孬种！我呸！然后结果迈克乔丹真的退位了下来，然后等了10年过后，他觉得寄养，他想要重新上场，结果不好意思，他不小心输给了后起之秀，可能麦克马东什么的。这时候大家会怎么想？你还配当篮球之神吗？你都打篮球打了500多年，你竟然输给一个打篮球只打10年的麦克马东，所以把你从神坛里面打下来。发现没有？长生不老，乍看之下给我们永远战斗的机会，
实际上它剥削了我们退步的理由，剥削了我们退场的台阶。所以，老天爷给我们一个会老的生命，原因就在于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恰恰是因为我有我的时代，所以我有属于我自己的空间以及希望去绽放。也因为我有属于我的时代，当我完成了我时代的任务以后，我可以安心的退场。假设今年长生不老，不好意思，你早出生，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什么？是战斗。你迟出生，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什么？是休息。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最后大家只能够做什么？跑过去撞火车咯。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辩题，虽然是有一点像科幻片，可是有现实意义的。恰恰是因为你知道不老的可怕，你才会珍惜上天给你一条会老的生命，在你有限的人生里，尽可能去迸发属于自己的精彩。谢谢。这个熊孩子在最后一刻征服了我嘛？哎，没有，这孩子讲的是你的是长生不死的概念。如果这个人不死的话，我们会有这些问题；不老的话，好像不会这个问题吧？看勇哥对吗？好像我们中文说长生不老就不死了，它就跟棵树差不多的意思吧？对，就是你有本事你就一直长吧。对，除非有火来烧你了，那你被烧掉。哦，就外界的可造成，但自然自己不会死的，永远活下去的。对，要不要改立场？不是，来嘛，来，不是，不是，我觉得 OK。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那么长的人生，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规划，就是即便你跟一个人分手，即便他结婚，你也结婚了，对呀，你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再跟他谈一次恋爱。就是啊，再转一圈嘛。你说是吗？这就叫什么名字？叫周而复始，没有结论，周杰伦。我们要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吗？不会啦，谢谢他，大家才记得我。啊，怎么这样讲呢？怎么对呀？怎么会这样呢？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马东他就只记得你。对。好，这个正方是谁？啊，白邦尼啊。如果乔丹活500年，为什么一定要打篮球啊？他可以去打高尔夫啊，打遍所有的球类。退场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他衰弱了，他实力不强了，完全是可以，我热爱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在另外一个领域重新出发，也是一个很赞的理由啊。然后刚才侯佩岑小姐说了一个词叫自然常理嘛，自然常理其实是在变化的，就像我们人类本身，我们也在变化。我们一起回想一下200年前人类是个什么样的生存状况，我们只有40-50年的生命。12、3岁就要结婚，14、15岁就要开始生育，自然谈恋爱，晚婚晚育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因为时间太少，来不及呀。我们再往前倒回千百万年前，我们是山顶洞人的时候，我们只有20年的生命。那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就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的时候，就会掏出一根大木棒把你打晕，拖进山洞，因为他时间更少，更来不及。然后要这么直接吗？然后直接掏出一个木棒打晕，拖进山洞。好，自然常理让我们人类啊就是这样不停地在演化。我们发现有一个这样结论啊，就是说作为人类这种动物啊，我们当我们的寿命越短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多的时间用来繁殖下一代；而当我们的寿命越长的时候，我们用来干嘛？用来充实我们自己，完善我们自己。好，回到现在我们的人类，我在想一个问题：其实难道不是我们仍旧处在那种时间太短，但是来不及这样的一种焦虑中吗？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被催熟的吗？就像一颗水果，其实你还没有准备好瓜熟蒂落就被摘下来，把你放在一个箱子里，给你打了很多化学药品，然后把你摆上货架吗？在我们12岁的时候，其实还在享受童年，别人就告诉你说你已经是一个少年了。当你18岁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学什么，高考一考定终身。在你22岁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太明白自己到底想去干什么的时候，把你推向社会。25岁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太明白婚姻是什么，爱情是什么，责任是什么的时候，让你结婚生子。如果到了30岁，这些你都没有做好，像我这样，就有一个词来形容你，叫大龄剩女嘛。你是被时间所剩下的人，因为时间太短，来不及嘛。每次听到大龄剩女这4个字的时候，我都会不太开心，我会有一种疑惑，有一种疑问，就是为什么我的生命是由别人来催促、来决定、来选择？
为什么别人的体验代替了我的体验，别人的感受代替了我们的感受？我们活到现在，有无数人跟你说，你要找一份靠谱的工作，否则你老了以后怎么办？你要忍受你那个糟糕的伴侣，否则你老了以后怎么办？你一定要在现在有一个小孩，否则你老了以后怎么办？不荒诞吗？我们为了人生最后的20年，那个基本上生活质量最差的20年，就付出了我们的整个一生，要去过一种极其保守、极其小心翼翼的缩紧成一团，像一把雨伞一样的生活。所以，如果能够长生不老，我们打开脑洞，它意味着什么？不是贪婪啊！我想说的是，意味着人类第一次，你可以把自己从死亡和衰老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可以从生存和升职的焦虑中解放出来。人可以第一次骄傲地说：“我的生命节奏我来掌握，我的生命内容我来掌握，我的生命质量我来掌握。”在这个时候，你没有人可以催促你，没有时间可以催促你，你也不会去催促任何人。我们人类终于活成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生命。第二点就是，如果能够长生不老，又意味着什么？我想，也许长生不老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当长生不老发生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我开了一个脑洞，我想了一下就我们奇葩说从第一季到现在为止的所有辩题，大家想一想，你选大城的床还是小城的房？你30岁的时候要去选择理想，还是要去做一份靠谱的工作？你爸妈催你结婚是爱还是变态？所有这些问题，它其实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那个时间不够，来不及啊！因为时间的成本太昂贵，你犯不起那个错误啊。而如果当时间不再是成本，我们有无穷多的机会可以去尝试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用讨论这些问题好不好，要不要，对不对？我们只想问你：你感受过吗？你体验过吗？你尝试过吗？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想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就是我们不用再去那么保守，为了防老活得像一把雨伞。我们可以把自己尽情地撑开，我们可以去享受、去尝试、去创造，然后活成勇敢的、闪闪发亮的生命。谢谢大家。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其实这个人今年140多岁，你们信了吧？他七夕了，就是你七夕。七夕帮你。帮你说你我甜甜，我们3个都作为剩女，我们3个都过了30多岁，没有嫁出去，这个时候会被人笑。那么，如果我们活了3万多岁还没有嫁出去，那些笑我们的人会不会笑得更开心？不一定啊，我觉得其实当长生不老的时候啊，人们其实会变得更加宽容和平和。我们能接受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选择。就像现在啊，我们觉得出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如果当繁衍不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出柜也会被大家接受啊。所以各位发现了吗？邦尼提出的点是，当我们变得宽容的时候，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长生不老是否必然导致宽容？这是一件需要被论证的事情，是，对吧 ？OK， 我再问邦尼第2个点，你说啊，水果太早被摘下来，这个时候生涩不好吃。能不能反而论证，一个水果一直放到烂，你吃进去的时候就会超级爽呢？长生不老的时候，我们不是一颗即将腐烂的水果，我们是一颗永远新鲜的水果。不，邦尼，你要知道，早和晚一定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意思呢？你用早来论证不好吃，实际上它的切入点是什么？是短嘛，对不对？很短就被摘下来。可是你很长了之后，能不能解决短的问题？答我这个能不能？不一定，但是我想回答这个问题，能还是不能就好，很简单，没有任何陷阱。不一定。所以 OK。所以你们看到了吗？邦尼给我描述了一个不一定的乌托邦。我的支持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各位。怎么样？你这个蔡团长，你想骑谁？借我骑一下好不好？可以。被他骑很开心。百邦尼本来用很理想的话语感动了很多在场的人，可是因为他自己提了一个特别自相矛盾的词，所以我忍不住只问这一件事，所以你不要太紧张啊，我只问一件事。因为刚才你说了一个你是被人家催熟的，我就在等你们这一组人什么时候用出熟这个字。那你告诉我，在长生不老的境界当中，你是打算活几年的时候开始熟啊？
我觉得这就是长生不老的妙处啊！ 3000岁时候熟还是3万岁时候熟？我觉得这就是长生不老的妙。不知何时熟，导向最后说我们能够活出闪亮的生命，在我听起来是一个最可怕的预言，就是你活不出闪亮的生命，因为你连熟都熟不了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熟啊。非常好，非常好，康永老师讲的非常好，但是我想厘清我的观念，可能那个词我用的方法不正确哈，但是想回到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认为为什么长生不老好，是因为你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节奏，就是说不用别人来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成熟，而是你自己来告诉你自己什么时候我的心理是成熟了，我的心态是成熟了。你又用了一个词，就是节奏。你知道，如果有一首歌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永远都不结束的话，这首歌是没有节奏的，就是它就是这样下去。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也许会有一种使命感，我想把我想尝试的事情做完。如果等我把我尝试的事情做完，我觉得我的使命达成的时候，我有一种圆满的 finish 的那个感觉。你为什么认为这不是贪婪呢？你想把所有你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人类就是贪婪的呀，因为贪婪。你刚刚说你自己不是贪婪的，你现在又说人类就是贪婪的。康永老师太厉害，我无法替那个邦尼来回答康永老师的这一连串的问题，但是我当时一直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熟，但是在我们的审美领域内，我们到底有没有相类似的东西？我们说开天辟地之后，中国人说天长地久，我们说青山不老，为雪白头。我们不知道青山何时所始，又何时所终，但不耽误青山在我们心中的美。我觉得这很重要。好赞！所以如果我同意马东老师的说法，所以我不再打岔，因为我真的讲太多了。所以如果博邦你刚刚站起来说，我向往长生不老的境界，因为我会像一座青山，什么都不做，永远都存在那边，我就不会吵他了。可是他是要做所有事情，他可不是青山耶，他忙死了，他是要做流水，他要做白云，他要做露珠，他忙得要命的啊。好了，我不吵你了，对不起啊。没事没事，谢谢老师，很开心。好，邦尼请坐。哇，我开始了。哦，家长出来了，家长出来了。爸加油。刚才邦尼讲了一个观点，我还是蛮动心的，就是使命感。我们人生在世都有很多的使命，不过我想请大家想一个问题啊，有哪一项使命是需要长生不老才能完成的？没可能。如果你的一个使命你需要长生不老才能完成，对不起，你没天赋。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是说服大家，但是马老师你要给我永恒的长生不老的时间，那说明我不可能说服你们嘛，对不对？所以使命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好 ，OK， 那再来讲一个情感啊，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有关的问题。其实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就是有限的生命的确对于我们的人生的快乐是一种限制。可是不好意思，有限的生命同时也是对于我们人生快乐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像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空气对它是一种阻力，可是空气难道不是飞机能够飞到天上的前提吗？我再说一个更浅显的例子啊，大家都有钱，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钱有限，每一个人都会不高兴自己的钱有限。钱的有限性是我们享受钱的欢乐的阻力和限制，对不对？好，我们反过来想一想，那假设钱无限呢？我不停地给你印钱，那钱就不值钱了吗？所以钱的有限性固然让我们愤怒、生气、不爽，可是钱不能够无限，因为金钱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值钱的前提是钱的有限性。欢乐也是一样啊，为什么？欢乐它一定是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有价值、有意义，你觉得有意思。有意思的前提是觉得这个有价值，而价值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稀缺的，而一切稀缺性的前提就是时间的稀缺。如果时间根本不稀缺，就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的重要性，也没有任何的欢乐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茶道里面有个观点叫做一期一会，就是一生一次的意思。如果你要真心的去欣赏茶的芬芳、茶的甘甜，你要欣赏茶道的美，你必须有一个觉悟。这个觉悟就是这一次的享受，一生只有这么一回，它不可能无限的供给你。快乐的前提是你要感恩于生命的有限性。
古罗马人的宴会上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就是把骷髅这个死亡的印象印在我们的杯子里，印在我们的墙上，甚至把一个真实的骷髅拿给各位宾客去看。他不是为了吓唬你，他是为了提醒你，如果你不能尽情享受你的人生的话，你要知道死亡是在那个地方等着你，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就在这里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刚才所领会的所有这些欢乐。谢谢各位。谢谢。周天毅说的绝大部分我都同意，但是你用了一个不好的前提。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些工作是，要怎么样？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时间的。如果给你无限的时间，你还做不完，说明你笨。其实我不知道你看不看科幻小说哈？对，你看不看《三体》？你看不看《星际穿越》？我觉得，就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人生的意义里面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去探索时间的尽头。这件事情需要我们长生不老。对，如果真的我们具备了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可能打破我们这个有限时空里面的所有物理规则，那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好，该谁了？甜甜姐。哦，对不起，甜甜。哇！垃圾！实在是等了太久了。我第一次做结辩啊，等这么长时间，把我等的心。你第一次做什么？做结辩。好，对不起，我听错了。OK， 你结辩吧。我等着啊。今天是我的生日。Say to you。可是过完30岁生日以后，我就不想再过任何一个生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老了。这不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的，是大家告诉我的。我已经老了，凭什么要你们来决定我老还是不老呢？是不是？所以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个人的时候，特别的感伤，就是很想哭。可是我不要说让我活500年了，我相信每一个在场所有的女孩子、所有的男孩子，90后都被说老了已经。凭什么我们被说人家老了呢？不要说给我500年，给我1亿年吧，让我再多活得久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老的实在是太快了，可是我们聪明的实在是太慢了。这2点是不平衡和不匹配的，你们不觉得吗？我发现你的灵魂越来越优秀了，可是我的肉体越来越腐朽了。这2样东西也是不匹配的，你们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我在想，我的脑子里，你们要说开脑洞，我们大家说，我们人类的大脑容量其实只是开发了0.几%。照理说，如果把我们的脑容量全部开发出来的话，大英博物馆所有的书从第1本读到最后一本，从最后一页可以背到第1页，这就是我们脑容量既定了我们的身体。可是为什么神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大的脑容量，却给了我们一个有限的生命？你们不觉得很可笑吗？我们其实就是神的一个实验品，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人的一生是这么的有限，可是我的好奇心这么的强。你们今天看到我范甜甜在这里，我放弃了这么多东西，说了那么多的故事，为什么？我想做个演员，我想做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我要穷尽一生，说不定都达不成这样的一个目的。我范甜甜到今天还没遇到我的一生之爱，我马上就被剥夺生育的权利了。你们不觉得长生不老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No， 我不再 care 了。No， 我不再 care， 因为很简单，马上。康永哥，我就要告诉你一个道理：当你们全部都选择去不长生不老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大家。这样，只有我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话，我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神。只有我一个人长生不老，我当然就是神呐！很简单一件事情，我可以参与所有故事、所有历史进程，我可以见证所有的一切，而且不要跟我说什么小情小爱，我的爱人会死，我爱的人会怎么样怎么样。我活100年，我的爱人也会死的。我活了100年，我爱人还没见到呢，是不是？说不定我的爱人在500年以后才出现呢。为什么剥夺我爱的权利呢？好奇怪的一件事情。长生不老有什么不好的呢？我说白素贞，你什么时候结束啊？特别想当白素贞，白素贞才活了1000年，500年的是小青，还修炼了没有得到。当我范甜甜成为了一个神以后，小情小爱算什么？我大爱，我爱全世界，我爱所有的人类。你们都不愿意死吗？是不是？可是我要担心的什么东西啊？
我考虑是第一，要把我的脑容量，把我的脑射线首先就要打开。你不是都把我的脑限制打开？结变了吗？对啊。没事，你继续打开，继续打开。是神呐，你不要吵他。不要吵神啊！不要吵神，你很讨厌啊！不然我就庆掉你。当我的脑射线被打开了以后，也就是我们说的脑洞全开了以后，我可以控制我的身体，我可以控制时间，我可以进入第4维度，我会带领我们全地球所有的生物离开这个地球，我们闯去宇宙。世界太大了，让我们从一个 limit 变成一个倒过来的8，变成 infinity， 变成无限大。当世界成为无限大的时候，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吗？叫一切皆有可能。佛说我们在10方世界有11个维的维度，维度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看见我成为医生的时候什么样子，我看见我成为 nurse 的什么样子，我看到我出轨的时候什么样子，我可以看到一切皆有可能。你要是看到的全是出轨呢？出轨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事儿了，就已经那个时候你知道，在这个什么都不是事儿，什么都已经不是事儿了。这个时候我要讲了很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我成为神以后，我要如何的去爱戴我的子民们，如何让你们各种各样的歌颂我。哎呀天哪，我将永垂不朽啊！寿与天齐呀！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长生不老的好处。还有一点，如果整个世界跟我一起长生不老也很好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此时此刻这1秒钟，欢迎来到众神的殿堂，我们此刻就已经成为天堂了。欢迎来到天堂。甜甜，什么地方人长生不老？什么人不能不死不生病？那是天堂啊！天堂有什么不好的？甜甜，哎，你是不是停药了？我刚刚说了，我要做一个演员，要穷尽一生，我还没讲完为什么。其实我在做饭方面也非常强，非常厉害。我是一个很会做饭的人，是不是？可是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成为一个演员的话，我哪有时间去做饭？成为不了我的理想。我的第2理想就失败了。很多人选择权也是这样，跟我说，也许说不定马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木匠，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老在这收钱，他老在乎钱的事儿。当世界成为 infinity 的时候，钱算什么呀？这个就是我做的。欢迎志寻，谢谢。好，你请坐吧，谢谢。结变。哎呦啊，结变啊，你也结变了。对，我也结了。对，你们2个都先后结变啊。我谢谢你。实际上，甜甜讲了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个人的长生不老好不好？他认为超级好，因为会成神嘛。但是你会发现，主流宗教中的神，比如说基督教，他要干嘛呢？圣经中有写，他们按照他们的样子创造了我们。什么意思？神是很孤独的，所以神要教化世人，这是为了解决对他来说最致命的孤独。所以神是不快乐的。孤独，所以一个人成神不好，所以这个时候甜甜提出了第2种观念，叫我们大家一起成嘛，对不对？我们一旦长生不老，我们就成神了 ，OK， 我们就进入4维了。而大家知不知道4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刻度，它就是你生命中长宽高的一个刻度。意味着什么？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同时活在你的童年、少年、老年、青年，时间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你同时可以做木匠、挑木鱼、做皇上、唱歌、演戏，你同时成为好人和坏人。所以这个时候，由于好坏的同时发生，所以长生不老是处于一种既是坏事又是好事的状态，叫量子态。明白了吗？所以甜甜通过4维，你们也是论证不了长生不老是一件好事的。OK， 好，下面我讲讲长生不老真正的坏处什么。刚才玄毅讲，货币通胀是一件坏事，所以你不能因为钱少就去滥发货币，因为货币通胀超可怕，对不对？好，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因为时间少就去引起时间通胀。时间通胀的可怕之处是在于，它使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人间三情，亲情、友情、爱情，当你长生不老的时候，通通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为什么？因为你跟你的父母之间的感情，我们经常说子欲孝而亲不待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总有一天你的父母会离开你，所以你格外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可是如果你们同时长生不老了，你根本不会像你幻想的那样常回家看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嘛，你们在探索外星嘛，你们在征服宇宙嘛，你们在完成200多个人生梦想嘛。你觉得10000年妈别急，3000年前我给你打过电话的，亲情会消失。我为什么我说爱情也会消失？很简单，因为人海茫茫，在我短暂的一生中遇到你多不容易，所以才天雷地火一刹那嘛，所以才会你是天空中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我的波心嘛。可是长生不老会带来什么？你是天空中的一片云，老投影在老子的波心，都形成了我的心理阴影。我们结婚的时候许愿说什么？我爱你一生一世。我们骂人的时候说什么？我诅咒你永世不得超生。哦，明白了吗？这说得好。就是一旦涉及到永远，它其实是诅咒。你们认为永远是祝福，是因为你们不懂什么叫永远。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个理念，刚才周旋义忘说了，这是啥呀？累死我了！叫做向死而生，什么意思？叫做死亡的在场性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由于人生苦短，所以千丝万缕的努力都会铭刻在别人的记忆里。我们的爱因为短，所以珍贵，你知道吗？我会跟我们的发小说什么？我跟你20年的交情，因为我人生特别有限，所以我跟你20年的交情，我舍不得你，这是友谊，对不对？可是我人生是无限的，我跟你20年交情算屁呀，对不对？想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一直活到现在，没准早就翻脸了。因为后面我还要跟莫扎特、贝多芬都聊聊呢。所以理解这一切，理解这一切，终结是一件会让你有点害怕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暗才凸显了光，是因为有消逝，所以存在才有意义。长生不老之所以不是一件好事儿，是因为我们短暂的生命生如夏花。谢谢。是啊，我觉得是好事。为什么？你完全不理前面的人说什么。因为我特别想问对方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感受一个事情的价值，必须要在它消失的时候才能获得？为什么我们感受亲情、感受友情，只有在他们死的那一刻，我们才感受得到？为什么不是平常？好，他们要死的时候，行将就木的时候，我们的亲人离去的时候，我们的爱人消逝的时候，那一刻我们感受的是我们生命超有意义吗？我们感受得到的是我们的生命被爱情、被亲情盈满的那种感觉吗？不是，我们感受到的是遗憾。这是人之常情啊！无论是你活多少岁也好，还是长生不老也好，这种遗憾永远是人之常情。我们认为长生不老是好事，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有限会让我们感受到太多的遗憾了。这些遗憾不是构成我生命的意义，我宁可不要这样的意义，我宁可短暂的大家一起无聊下去，久一点，再久一点。谢谢，谢谢。那让潇潇说啊，我觉得他们那个马薇这个价值上的有点高，就是他们对面，就是甜甜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一个人的时候他要当神，他说我们这边都不想长生不老嘛。但是甜甜，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你们那边的人都是想长生不老的，当只有你一个人长生不老的时候，你当不了神，你知道你会当什么吗？被另外那些长生不老的人把你打包上交给国家，你知道吗？你就因为大家都想长生不老，我们要研究你为什么可以长生不老。你当不了
神，你就去当实验室的小白鼠吧，你还长生不老？我的妈呀！我觉得长生不老就意味着你也同时会承受更大的伤害和痛苦，而且如果所有的人都像对面一样积极的面对生活，那是好的。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有拖延症的，就是本来就是有限的生命里，他们都不把时间当回事儿；无限的生命里，我更不把时间当回事儿，就没有什么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样子的东西。尤其是艾丽，还给你创造一个什么金币时间管理法，你卖不出去了，时间是有限的，我跟你说。哎呀，我跟你们说。我最近真的也是一个不小心，就是染上一个看书的坏习惯。就是我觉得我看了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啦，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陨石，那既然终将陨落，就让我们纵情燃烧。谢谢。好，我们就讨论到这儿吧，好吗？然后我特别想听听。3位导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尤其是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讨论而改变自己最初的立场？我们现在看看，反方是70，正方是30。佩岑小姐，你会改变吗？我本来有一点点想改变，因为我原本听了博邦尼一直告诉我们说，哇，如果长生不老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是我后来又想一想，或者是如果我本来很想要做演员，然后我长生不老，我就一定可以拿到这个讲座。但我后来想，如果我长生不老了，可是我还是拿不到这个讲座呢？那如果我长生不老，我还是不能掌握人生呢？那我想掌握人生，不能因为时间有限而就有借口。我要掌握人生，我现在就应该要可以掌握人生。给我好长的时间，我还不能的时候，然后我又死不了，那我不是很难过吗？那我就会发现我好笨。那或者是 Michael Jordan 打篮球，你就觉得他高尔夫球，因为他可以活很久，就可以打很好。可是你反而告诉 Michael Jordan 说，原来你不能打高尔夫球，那他是不是很伤心？我本来以为我什么都可以，结果时间证明你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人生还能不能那么快乐。好，谢谢。所以你坚持立场是吗？不是好事。金姐，你看起来很凝重。我知道，作为一位女神，今天你被一位神婆抢了风头。不是，因为我在考虑整个在辩论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谈一个话题，就是辩论这个什么生命跟长不长寿的时候，那好，我们是完全站在这个概念上玩这个概念游戏呢，还是谈论到这个生命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生命有两个层面，一个精神和灵魂层面和一个肉体层面，对吧？那如果我们谈的所有的话题、观点都结合我们生活的话，我为什么产生我的观点是好事儿呢？因为我们太受到时间的牵连。所以现在人类社会的矛盾，一切生活发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现象都不满足、不高兴，都是因为时间造成的。时间压缩了，挤出了人们最贪婪的一面和欲望，这个欲望就扰乱了整个社会的规矩。如果说我们能有时间，再给点时间的话，我估计可能欲望会缩小一点点，欲望也会平均分配一点点，那可能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会好一点点。但如果你跳到精神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循环往复的、重复的生命，没有结束。咱们经常说一句话，时间是有限的，生命是无限的。树长出来以后，长几千年树，它有一天还会消失掉，新的树芽再长起来。那这个过程，时间给了我们什么？时间给了我们邦尼所说的，我们有很充分的选择权。如果咱们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结合来讲，对我们现实人的生活节奏状态量是不是件好事的话，我觉得有时间都是件好的事情。我还是坚称是好的事情。谢谢，潘勇哥。我们讨论所有虚无缥缈的题目的时候，最后都是为了落实到真实生活来检视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是我对这个题目的态度。所以我现在开始讲为什么反对长生不老。Birthday Girl 范甜甜小姐，这个是一个什么？粉笔擦。粉笔擦。这个粉笔擦如果变成了100倍大，它变成什么？大粉笔擦。大粉笔擦。巨型粉笔擦。谢谢你回答我。一个粉笔擦变成100倍大或者1000倍大，它就是一个大粉笔擦或者更大的粉笔擦。我们人类从100岁变成1000岁，变成1万岁，我们还是人类，
我们不会变成神仙的。谁告诉你长生不老会变成神仙的？所以脑限制，这就是要开脑限制，对。所以刚才呢，甜甜的表现刚好，因为她今天过生日，我不应该扫兴啊，她爱当神仙就当神仙吧。可是刚好就是因为长生不老失去了时间的限度之后呢，他们会不得已寻找一些不属于人类该有的狂想，比方说想象自己是神这件事。你这么博学，你读过希腊神话吧？希腊神话里面是神仙吧？神仙他们怎么了？他们痛苦不快乐，变成别的东西，做尽所有坏事。为什么希腊神话会长成这个样子？因为希腊神话是人写的，希腊神话不是神仙写的。我们人就只能想象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写希腊神话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人的七情六欲，我们想不到神仙那块，因为我们不会变成神仙。所以长生不老只是一个粉笔擦变成100倍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会变成活很久的人类，我们不会忽然质变成了神仙。啊，你可以相信神话里面白蛇会因为活1000年变成了人类，乌龟会因为活1000年变成了人类，可是人类活1000年还是人类啊！我们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回事情。马东刚才讲了一个有趣的事情，说如果有时间，他想去探索时间的源头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长生不老之后探索得到探索不到，可是我担心的是你承受不了。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教父》的导演 Francis Coppola， 他有一次被人家问说，如果你跟浮士德一样，你可以跟魔鬼签约，把你的灵魂卖给浮士德，然后浮士德答应你一个条件。科波拉导演，你要什么？科波拉说，我想要全宇宙所有的知识。然后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说，可是我恐怕承受不了。你可以得到，可是人类承受不了。你可以去掉你脑部的限制，你未必承受得了。所以马东如果有空去探索时间的尽头，探索成功后，发现时间是这么回事情，是否承受得了，这个要再商量。我就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哈，我刚好是因为人生有限，我才不敢常常拖延，可是我还是很爱拖。我现在如果人生无限，我拖给你看，我一次奇葩说都不会来录的，你一集都看不到。我永远都在想说，干嘛这礼拜录啊？为什么不800年以后再录就好了？就是，然后呢，观众不会点击看奇葩说，为什么？因为他会想说，放在那儿又不会消失，我2000年后再看就好了。我先看《盗墓笔记》吧。然后我再看超模的节目，我都看，反正你们都是爱奇艺的。你没有时间限制，你不会做抉择。我看过一个吸血鬼的电影，那个吸血鬼望着人类，然后旁边一个吸血鬼来问他，比方说侯佩岑跟我都是吸血鬼，侯佩岑问我说：“你作为一个长生不死的吸血鬼，你干嘛那么爱人类啊？”我就回答侯佩岑说：“你看他们每件事都那么着急，我真的好羡慕他们，就是着急是他们羡慕的事情，时间有限你才急着去做。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很简单的话，我们活着老是在抱怨没有意义，每天上班好辛苦有什么意义？结婚生子照顾小孩好辛苦有什么意义？我们很喜欢讲没有意义，直到哪一秒钟我们忽然发现每件事情都有意义。就是我跟你说，哎，你有一天会死，你忽然醒过来说，现在做的每件事都太有意义了，吃汉堡也有意义，养孩子也有意义，把屎把尿孝顺父母都有意义，因为你不做就来不及了。所以呢，反差变成100倍大，他不会满意的，他会说我要变1000倍，你给他变1000倍，他说我要变10000倍。所以今天博邦尼讲话的时候，我特别要制止他的原因是，百邦尼跟我一样是作者，我们写作的人永远都要想清楚我们为什么创作，就是当你故意美化长生不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太天真了。你刚刚说我们会享受那个过程，我们不会的。你一颗糖放在嘴巴里面10分钟，你也许觉得甜；放200年，你还会觉得甜吗？就是那太可怕了，那糖就整个烂在你的嘴巴里面了。所以我很怕这种鼓吹说啊，那我们100岁不够，我们活200岁好不好？那我们的节目做不完了，我们下次会做，那我们活350岁吧。那接下来800岁，2000岁。我们最后就会变成长生不老的人，长生不老解决不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不要故意把一切的问题丢给我们现在时间有限。秦始皇活了50年而已，你看他做了多少事？你站在兵马俑前面的时候，你会赞叹说，这恐怕是所有皇帝当中效率最高的一个皇帝了。他最渴望
长生不老，他离长生不老最遥远。他那么短的生命，他做了好多事，他不优秀吗？生命的有限把他所有的能力都逼出来，他才在1秒钟间燃烧绽放光芒。所以会绽放光芒的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潘永国说的特别精彩。我作为一个议长啊，其实我从来不参与这个辩论，但是今天这个话题，我想选择一方，而且我想选择的是长生不老是一件好事。你承受得了吗？我们这话题谈了特别多，从三体到量子态，我们谈论了很多时间和空间的，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今天这世界什么样，咱们不用聊，因为所有高的维度都是理论物理的范畴。生死同在的量子态，它不存在于我们今天每个人生活的世界上。这是第一。第二是，我特别想问今天在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我们有谁是相信我们真的会长生不老的？除了这个过生日的人之外，他停药了，所以我可以原谅他。如果我们都真的不相信这件事情，他就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一定有好有坏，那长生不老到底是好多还是不好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到底是好事儿还是不是好事儿？如果长生不老求之而不可得，那对于我们所有有追求和梦想的人类来说，它是不是更多的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在马薇薇也好，包括最后康永哥所说的所有的论据当中，一个重要的混淆是你们把永恒和永远以及和长生不老混在一起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一个最美妙的地方，我们说长生不老不是不死，对，你会从楼上掉下来，你会撞火车。反过来说，我觉得长生不老是一件好事儿，对我有一个最大魅力的地方，我可以有选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和方式。对啊，忘记讲这个了。如果我愿意活，我可以永远活下去，那我一定会向死而生，因为我可以选择撞在火车上和从楼上掉下来。我一定会选择一个我自己认为最美好的时候去结束我的生命。对，在这个意义上，长生不老对我是一件好事。这个话题里面，长生不老对我是一件好事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是议长，所以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我发言之后，你们就不再有机会齐膝和辩驳我了。好了，投票吧。我们请现场100位观众用你们手中的红蓝键来选择长生不老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请选择。哎呦，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好话题，就是虽然悬哈，但是如果奇葩说都不去谈悬的话题，那么这些悬的话题交给谁说呢？我们总要对社会有些责任嘛。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让我们记住这些有限时间的品牌吧，因为他们也不会长生不老的。你刚刚说完宇宙就要报广告啊，所以他们也许在今后的某一个时刻，这个品牌就不存在了。所以当雅哈咖啡还存在的时候，请您为了愉快的聊天喝一杯雅哈咖啡吧。当汽车这个东西还存在于地球上的时候，别忘了其中有一辆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谢谢。我们之所以会去讨论这么玄妙和无聊的一个话题，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吃了 豆的豆。
好，谢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商，然后让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结果和最初的对比。哇，反方胜出。实际上，它剥削了我们退步的理由，剥削了我们退场的台阶。这一次的享受，一生只有这么一回，它不可能无限的攻击。你是天空中的一片云，老投影在老子的波心，都形成了我的心理阴影。来，我们请3位导师在你们的题板上选出今天的 BB King。这个 BB King 将获得由古力多燕麦牛奶提供的抗饿基金。金姐为什么选择这个人？3个里他们说的还最好的呀。好的，佩岑，清楚，然后很有说服力。汉勇哥，长生不老这个题目不应该跟神仙变成神仙画上等号，所以3个人当中谁没有被拉过去谈神仙的事情，我觉得那个人变得比较好。OK， 亮题板。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马薇以及他的孩子。看来唯一没有被提到的是孩子的父亲啊。那么